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咱们又开始了新的一期直播。今天呢，我又跟土拨鼠扎记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去讲一讲埃隆·马斯克做的最新的一期，在星舰基地里边讲的做的一些演讲，说他的星辰大海这里头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呢？以现在的技术能力来看，觉得是在吹牛。我们找一位真正的航天专家在一起，然后我们来去探讨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请土拨鼠先讲一下这个事情，我再去想想办法怎么看，把 PPT 放上来。大家好，这是土拨鼠杂技。那实际上这个推文当时也是，我的一个观众朋友提醒我，说有这个马斯克这个刚发了一个在星舰基地刚发了一个演讲，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SpaceX 的推特，然后就发现了这段演讲，然后就把马斯克的这段演讲也看了一遍，40多分钟。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刚开始我说我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当时听的时候，我听了2遍，然后呢觉得是很振奋，真的是马斯克那个演讲，马斯克的煽动性还是很厉害的，抱歉，非常振奋。然后呢，但是呢，过了一会儿我再一想，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对啊，这个有很多是忽悠的成分啊。然后所以呢，就是有这2个感受呢，然后我就等于就做了2个视频。第一个视频就是说是在向大家介绍一下马斯克的演讲到底讲了什么。第二个视频呢，就是说了一下我听了之后，那么我觉得他的那里面有哪些部分可能是比较忽悠人的，然后我就做了2个视频。但是继续往下想的时候，实际上后来我们包括和老范一起聊天，就又发现出一些担忧了，就是说可能他这个视频不光是让人激动，也有一些比较让人忧虑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说正好跟老潘一商量，就是说干脆我们联合做一个直播，这样以这个聊天的方式来把这个怎么说呢？来把这个演讲再给他过一遍。所以今天的可能更多的是以担忧为主，技术上的问题可能我会谈的少一些了就是这样。好，那么对你那边能控制好？我这边能控制啊，我看一下，我怎么控制？还是我来吧。首先呢，马斯克的这次的这个演讲，他关键我觉得他其中有几个我比较关注的地方。第一个呢是谈到了在2024年，那后续的几次发射，他直接谈到了就是4飞5飞，然后看样子有可能还有6飞或者甚至是7飞。如果要是到7飞的话，那他基本上等于今年就是打了5次。按照最开始 SpaceX 公司向外宣称它是要打6次，那可能打6次不一定能实现，我估计4、5次有可能在今年就能实现，它的4飞有可能在5月份就实现了。然后马斯克谈的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待会儿咱们可以重点来聊一下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市场占有率。马斯克在演讲里就曾经说到，说他的现在的猎鹰9号在近地轨道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呢，就已经达到了90%。然后呢，比较恐怖的是，如果要是星舰真的是投入到近地轨道市场，就等于是发射卫星啊什么的，提供这类的东西的时候，那它的市场占有率将占到99%。我在这里面稍微插一句，就马斯克也在这说了，就近地轨道市场现在的形势Space 那个猎鹰9占90%，中国呢是占6%，然后其他的市场。包括美国政府那方面，就 ULA 这联合火箭发射联盟，包括欧洲，包括日本，包括印度，占4%，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恐怖的事。是。然后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说谈到星舰未来的发射成本，有可能呢会降到大约200万到3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个我也在我视频里就谈了。就是说，我觉得它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到时候可以讨论。有些朋友也有不同的意见。
第4个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他谈了将来这个移民火星的规划，因为他在他的演讲里谈到说，大概说要移100万人、数百万吨过去，然后最终实现一个火星社会可以自持，就是自己发展，即使没有地球之支也能发展。然后他认为可以在20年内就实现，然后给大家画了一个特别宏伟的蓝图，咱们在这里也可以谈一谈。是，好。这是后续发射。后续发射里面，他这块谈到了，就是说它的这个4飞的时候，它的这个超重要回收的时候会降落到一个虚拟的这个发射台上，或者说用它的原话的 launch tower， 我觉得那个 launch tower 翻译成发射塔不合适，应该叫发射台，因为黄色方框那个才是发射塔，红色方框那是发射台。它4飞的时候，超重会落到这个虚拟的发射台上。然后5飞的时候，如果4飞这个成功了，落虚拟台成功了，5飞就准备落到真实发射台上。然后如果5飞也成功了，那么虚拟发射台跟真实发射台有什么区别啊？虚拟发射台的话，比方说如果要是落在地面或者船上，我们一般就是画一个框，把这个框台的那个投影面给它画出来，然后你能落到它这个框之内，我就算你落下来了。啊，他等于现在这筷子是没用过，就是他做了这个筷子这东西以后，一次也没使过。对，他相当于回收的时候没使过，他平时试验啊，或者说是吊装什么的，他使过，比如把那个星舰飞船用筷子给它提起来，然后和这个超重对接这类事儿他干过。对，他现在为止等于3次星舰，然后甭管是底下的超级重飞器还是上面这个船，最后都是炸掉了，就没有一次是回来过的。对，那就是说第4次的话，他要回来一部分，然后想办法这个找一个精准的地方让它落下。第5次没准能使成筷子。第5次也使不上。第4次的话，先是只是让它落下来，第5次是落到一个台子上，落到发射台上。然后如果第5次也成功，第6次的时候，或者第7次的时候用筷子。用那个马斯克的话说是大概率是在今年，那我估计就是第6或者第7次嘛，差别是这样。这个筷子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对，从就是说试探的时候会比较危险，但是猎鹰9号1级回收的时候开始也危险啊。但是你如果摸索成功了，这就是一个跨进了一大步。是，但是你想，你抓住的是一个这么高温度，然后里头还装了这么多燃料，这个还挺老大个的一个东西，你要把它抓住，这个有点太难了。它的里面燃料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里面燃料剩的无几，然后它那个温度比较高，主要集中在底部。你想这个，我就以比如回收超重来说吧，超级重型助推器，高温主要集中在底部。那整个这个超重的高度是70米，咱们从图上就可以看出来。那你筷子加持的位置，或者说叫上面的飞船吧，飞船的长度是50米。那你那筷子加持距底部，实际上咱们看着很小，实际上好几十米呢，40米、30多米的也有了。是，但是你这个飞船你也得从筷子上方飞过去啊，你也不能飞得远远的，然后说位置差不多了，然后我再横着向筷子挪，这事儿肯定是违纪啊。有可能就是这么横着挪过来，有可能就是先飞到这儿，然后再这么挪过来。对，这我觉得先飞到这儿，然后再这么挪过来。有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度。这个事情，这也是飞控的，就是姿态控制的一种模式，应该可以实现。这个实现我觉得不难。就是这么一个竖着的东西，然后完全靠底下的这个火箭推进器，然后可以横着开吗？它第一个它是矢量喷管，它的喷管是可以摆动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不觉得它上面有可能有小的姿态发动机。有可能会装，就是可以有横着喷的这种发动机过来。对，OK， 这也是可以去看的东西。对，是。其实我这次看到马斯克讲的所有的东西里头，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2个啊，一个是这个去火星20年之内能够去，那么这个我觉得我是有生之年能看到。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现在的市占率实在是太吓人了，而且这种市占率的话。
就跟前2天耶伦老太太来中国似的，说你这个产能溢出了以后，让我们自己这个电动车发展不起来了。它这都占90%了，而且是全球的90%。那以后全世界任何的火箭发射相关的公司，实际上都起不来了。很有这种可能，但是它现在咱们可能有几点吧。第一个，这90%里，我估计啊，可能有60%-70%是SpaceX 自己，就是星链那些星。是。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他把这个发射成本降低了之后，有一大堆小公司原来发射卫星什么的想都不敢想的，都开始乒乓的54往上发了。什么阿联酋啊什么的，这些公司也都这些国家的小公司也都开始往这儿发了。而且像 SpaceX 的009号上，它就有一个服务，有点像叫做什么呀？咱们原来发射火箭最开始都是政府行为的时候，应该就是说都是政府专车，对吧？基本上就是政府专车。后来呢，慢慢的这个好一点了，就是说我可以向商业开放了以后呢，但是你一买就卖我一整个火箭，相当于就是打车，对吧 ？SpaceX 现在相当于什么呢？就比方说我放这个打星链的时候，我还剩一点运载能力，我还剩个1吨半吨呢，然后我让那个向市场开放，这不就变成拼车了吗？是，啊，这样来搞的一个玩法。对，待会儿 PPT 它等于比别人便宜非常多。对，然后他把门槛降低，就你的准入门槛一下给降下来了，它刺激了市场，一大堆市场，是以前根本就没有的市场。因为像火箭这种东西，从我的感觉上来说啊，咱不说火箭，就是从一个产业的角度上来说，你一定是需求越旺盛，然后你发的越多，你的成本降得越快，然后你的问题找得越明白，然后可能不断的迭代的机会也越多，一定是这样的。对，那么现在可能以前说，比如说甭管是中国也好，还是任何国家的这种火箭发射，它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发，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做迭代或者去研究，说我应该把哪一块的成本再降低一点，对吧？大家觉得，哎，我可以接受现在这个成本，这么就放去了。可能老范和您想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总的来讲吧，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原来的时候，中国发射火箭，那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就是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个单位嘛，就是一个就是这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科院的，中科院都是后来的，最开始只有空间技术研究院。等于就是说，你底下你想搞卫星，原来的模式就是，然后你向政府报批以后呢，那中科院上来之前，那就你就找空间技术研究院商量之后呢，然后空间技术研究院帮你设计，把这个卫星做出来，然后你再把你想要的那个载荷放上去，就是这么玩的。但是呢，现在慢慢开放了，那长光就是长春光学仪器。也可以开始放卫星了，然后紧跟着，就像您不是还有朋友就是什么纳米星空、纳米航天还是什么？没有，像银河航天什么的，他们不就也是开始，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自己搞卫星了。但是你像这些搞卫星的，他们的一般来讲，他们是不会去找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啊什么的这类的，或者上海航天局这类的传统的发射单位的，它实际上就是和民营航天企业来结合，等于这是新生出的市场。但是新生出市场还是要有这么多东西可发嘛？你比如说像马斯克现在是发了327次，对吧？然后是这个中国其实它没有这么多东西可发呀。据我所知，好像反正做卫星的还是很多的，有很多，就包括我在那些原来的那些民营航天企业，还是有不少，这种小公司，然后就或者初创公司，我们叫 start，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卫星放上去，然后一般会找这些民营火箭公司来做。那民营火箭公司也在试火箭，那就等于双方都是免费。就是说，我给你发射卫星是免费的，但是我火箭如果没成功，你也别找我让我赔钱。这么高范，好吧？对，大家烧的都是投资人的钱。对，是，了解。
那么现在马斯克是放了6000颗的在轨卫星。超过6000颗在轨卫星，然后整嗯个星链有270万用户。实际上，我觉得我对星链的话，觉得恐怕还不是最恐怖的。在这方嗯面的话，比较恐怖的是它这个 Starlink 2.0版的卫星平台，因为嗯这个卫星平台实际上就有点像汽车一样。你未来如果你所有，比方说咱们来设想，比方说嗯，全世界有21辆车，然后其中有这么，因为你像现在世界上，比方说1万多颗一个航天器，它占了60%嘛，6000颗，是那你60%都是一个底盘的，你想想那得多恐怖，而且它是，的性能肯定是最好的，可靠性肯定是最高的，价格也肯定是最低的。我觉得可靠性跟性能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没法验证的。为什么？因为别人没法发这么多上去了。这个对啊，就有点像特斯拉，比如说在别人都不看好电动车的时候，他就疯狂的造电动车，然后疯狂的在全美国去布它的这个充电桩，然后最后说来我开放了，你们这些车都可以上特斯拉的充电桩，用特斯拉的协议来去充电了，对吧？他搞了这么个事情，他最后成为事实对啊，标准了。对啊，它这个肯定未来会形成很多事实标准，它实际上火箭就已经事实标准了嘛。你现在新搞火箭，哪有一级不能重复使用的呀？是是，所以以后可能大家就不再惦记说我是不是要去做一颗完整的卫星，而是想着说我能不能做一个零部件儿，然后把它插在马斯克这个星链2号的或者星链2代的这个卫星平台上，作为一个插件插上去就可以了。呃，实际上差不离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吧，基本上嗯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车底盘，卡车底盘。嗯你比方说你在这底盘上可以搞，比方说这个丰田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它有一个底盘，然后它可以嗯，在上面搞这个亚洲龙，可以搞什么的，可是，以研发出来一大堆东西。嗯只要它形成一些这是一个典型的模块化设计思路。实际上，在 SpaceX 里，这种模块化设计思路特别明显。你比如嗯以咱们的那个长征火箭，比方说921那个长2F 火箭，嗯新级是3.35米，助嗯推器是2.25米，这嗯个不一样。然后呢，长征5号火箭新级是5米，助推器是直径3.35米。嗯人 SpaceX 这009新一级和助推器完全一样，嗯，模块化对，了吗？模块化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后面的，比如说云计算这种东西，甚至说它可以发射一堆服务器上去，上去了以后的话，大家只管把软件上传了以后，它就负责干活就完了。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嗯，完全是这个意思，应该就是从这上面学的这个思是路。是是，因为我是知道银河航天，因为银河航天是我以前猎豹移动的 CTO 叫徐明，他去做的公司。他呢，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就只做卫星嘛，他不做火箭，只做卫星。他说卫星就要做成模块化的，要像手机一样，对吧？我到时候自己选，要什么摄像头，要什么天线，要什么显示器，要什么电池就完事儿了。然后你只要确认完了以后，就给你扔上去，对吧？他对，就整这是这意思。套东西。对，对，你要我给你配多大电源什么的，这些都是，是直接就是可以提就行了。然这个后刚才说了火箭，然后是说了卫星，这个是飞船，就是它这是个龙飞船。实际上，龙飞船可能也是被大家忽略的。你要想想，龙飞船到现在不过就3、4年时间，45次是发射。咱们神舟飞船从90年代末到现在多少年了？总共发了多少次？包括是，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然后人家已经45次发射，把50人次送入轨，然后呢，向国际空间站送了45人。嗯而且他还提供这个就是商业的，好像花1亿美元还是多少嗯钱，差不离吧，嗯，就可以坐他的出去逛一圈，去国际空间站参观去。是，对，对，这个也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斯拉其实到中国在上海建超级工厂以后，是有质的飞跃的，就是它等于一下产能就冲上去了，但是前提是它能把这些车卖掉。
但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中国可能跟他合作的机会是接近于零。对，而且中国在这一块基本上没办法去做弯道超车，哪怕是说它的技术本身可能更多的是工程技术，而不是说我是一个科技，我必须要研究出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来。那么，中国其实也没有办法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谁也烧不起这个玩意儿。他等于前面摔了那么多。对，就算你勒紧裤腰带烧起了，你还是那句话，你有那么大的市场吗？就你前面那句话，你不一定能有那么大的市场。咱们比如谁烧6000颗星啊？这个因为国内现在所有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今年应该基本上砸在那个地面的这种叫做算力中心上，其他的这一块可能就惦记以旧换新，也不惦记做任何新东西。中国星链的话，现在也没有说我们要快速的去发射一大堆星上去的这种想法，因为怎么说呢，咱们搞过村村通了，不需要这玩意儿了。它实际上，我觉得这还和一个眼光有关，就是说是还是刚才说的，如果你有4.2万颗星链卫星在轨了，那你的整个卫星平台这一块，世界上就基本上就平摊了。就你我所有想发卫星的这些小公司啊，可能都到你这儿去定卫星平台了。是，就你刚才说的银河航天这种模式就出来了。是。但是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不去，如果你不搞这个星链，你不搞中国星链，那你可能你就永远造不出一个，你没有那么多的子样去测试你的产品嘛，是，你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就是说性能能够达到它的各项性能啊，一起综合性能能够接近于 Space 就是星链卫星平台的这么一个卫星平台，对吧？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再有一家新的公司说我想再放一遍这个6000颗卫星或者是几万颗卫星，你连融资都融不到，因为说已经有了，你再做你能做的比它便宜吗？这个资本其实有的时候是挺无耻的。然后在中国这样的政府下，可能也是这样说，你再放一遍，因为你想，GPS 实际上咱们后来又做了一遍，然后俄罗斯人也做了一遍。然后在这一件事情上，可能别人就真的没有勇气和决心，或者有钱去再做一遍了。GPS 这类的东西就30多颗星啊，你要做起来的话，这个决定是比较好下的。是，就是他这种垄断，最后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对，这是现在猎鹰9号实际上就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上了星舰以后就更便宜了？那是肯定啊，先不说星舰的这个是便不便宜，待会儿咱们可以专门来谈啊。这刚才前面说了一个猎鹰9号火箭，一个卫星，还有一个这个龙飞船。那下面咱们再看星舰，星舰的话，未来真正投入市场的星舰，应该也不是咱们现在看到首飞的这二飞的这些星舰。咱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左边这个星舰，就是 V1版的。还会有 V2版、V3版、V1版的星舰，它的长度大概只有120米、121米，对吧？然后 V2版的话，可能就会到130米，到 V3版长度就是150米了。然后它这个推力来讲，V1版的话大概就是7600吨的推力，到 V3版它的推力就超过10000吨了，就火箭推力啊。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屏幕上这个加注的这个燃料的推进剂的加注量啊，运载能力啊，也都是有就大幅度的提升。真正用于火星殖民呢，应该是这个 V3版星舰，就是最大个这个。对，这是等于就是说咱们现在马斯克把他的这个以前都是有传闻或者说的并不是很清楚嘛，包括马斯克在上一次演讲里也曾经提到，但是也没有放 PP。图片也没有那什么，并不是很清楚。那这次就已经摆出来了，然后大致的参数什么的就都摆出来了。这也是比较这个让人激动点的地方。对，而且这么大的星舰，200到300万美元，200吨一回啊，对，是这个，反正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已经是很难去想象它的这个数量了。
对，这对个市场占有率到了星舰以后的话，近地轨道它会达到99%的市场占有率。对，而且这还只是在近地轨道市场，就是说大家得注意这个，这只是近地轨道市场，还有别的深空市场呢，还有比方说探月的这些的，然后还有包括去探测火星甚至火星殖民的，就还有其他市场呢，就只是近地轨道市场就99%，如果要是其他市场的话，有可能占有率更高。是有人问了个问题，说我刚看了一个视频，说星舰 V2、V3热分离环要做大幅的改进，山隔舵要往下调，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是这样，这要看它具体的设计参数了。如果它这个飞行中，比方说它现在的这个距离是飞行的时候觉得它这个目前的分离环那比较短，所以呢，这个对山隔舵什么的造成的热影响比较大。然后包括它现在都是开的那种重槽嘛，重的全嗯是这样的槽，上下方向的槽，这种结构如果要是这个排导的效果不好的话，那实际上俄罗斯和中国以前都是那种横架式结构，就是你看着跟那塔吊的那个底下那根长杆子似的，斜着这么着支着的，就这种要改成这个结构，那也完全有可能。但是这个你作为假如你是设计这个极尖段的，设计这个本身这极尖段，然后那对极尖段来讲是一重大调整，但是如果要对于火箭就不算重大调整，火箭的话，OK，不是个了解大事儿。了解。我觉得像马斯克做特斯拉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讲，他说我做特斯拉的目的是为了淘汰燃油车，那么他现在比如做星链的目的，就是说为了给不断的发火箭带来利润，带来这个订单，等于把整个的一个大的链条，他等于先做了后边这一块，然后最后让它整个的商业链条可以转起来。事实上，我就在想啊，后来我还在想呢，你比方说咱们在地球上，肯定是因为发火箭贵嘛，所以先做基站啊什么这类东西。是，将来殖民火星的时候，可能火星上的基站就会很少了。真的，如果比方说咱们是去殖民火星，那肯定的这些基站应该就是星链卫星，就是星链卫星，肯定应该是这么一个模式，那才是成本最低的方式。是，特别是从地球去的时候，我本来了解，就是从天上来的，我先在天上布一圈卫星，然后下来，这个成本肯定低啊，比我从天上背着东西落到地上，然后再建，肯定要低多了。是是是，对，因为火星这种东西你落上去以后还得想办法怎么回来，这个也挺麻烦的。但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比如说近地轨道发射市场占有率99%，那么这个99%的话，应该是整个的需求上升了，对吧？其实对于对中国的航天，对于其他航天来说，没准儿他们虽然只剩1%了，但是他可能需要发的东西比现在还多。对，是你这个就是说，这咱俩想的是完全一致的。它等于开拓了新市场，它这对，个增量实际上是开拓了新市场，并不是说挤占了你原来的市场。是。而且像它这个过程，你想，它到后边讲说，每一次向火星发射的时候发25吨带75吨燃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它等于是要把大量的这个物资都放到近地轨道上去，然后再从飞出去。老范呢，你的声音稍微有点不太好，最后一知道我段听不这边好太清晰。像网络是稍微的卡了一下，等我看一下。嗯，对，它就是说，它这种比如后边去火星这个过程，它是不是需要把大量的载荷先运到近地轨道上去？这些载荷就相当于是它的这个叫做什么了？市场，就是相当于是它的新的市场就在这儿了。这肯定是一部分市场啊，因为你这个肯定得算进去啊。就是你最后的折算成本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把它先放到近地轨道上，就是你不能只算那25万吨物资嘛，你还得算为它进行的加注进行的发射，一样。是是，OK，星舰，这个它现在哎，他们还没开始登月是吧？
它现在没有开始登月，但是它在研制这个月球着陆飞船啊，月球啊，着陆飞船，因为阿特米斯3是第一个，就美国 NASA 的第一个载人重返月球第一个载人登月任务，重返月球的第一个。阿特米斯4呢还是载人登月，这2个任务的最后的这个承制方，就是登月飞船的承制方就是 SpaceX 啊，在星舰的基础上改。然后阿特米斯5任务还是载人登月。但是那次载人登月的承制方是这个蓝色起源，就蓝月亮登月器，待会儿咱们也会提到。但是从这几个事儿看出来，NASA 这个人家是真是下大棋，好多地方能看出来人家下大棋。对，但是他也没有说你不许动让我来，他也没干这个事儿。对，他一直就是找这个合作方，他等于他的那种政府部门实际上是帮助企业的，基本上而不是监管企业。但他阿波罗什么是他自己的嘛？就是早期的那些都是 NASA 自己的嘛？NASA 自己的，后来我查了一下，实际上它也是有大量的这种承制方、承包商。对，它不像中国的等于它自己已经航天系统它自己就完全形成了一个体系。然后美国的话呢，它等于是你比方说比较大的这个供应公司洛克希德马丁、洛马，然后这个格鲁曼公司，然后包括波音，等于它有好多像即便是阿波罗登月，它也有好多工作，实际上它是给它这些承包商的。但是中国的话，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就是航天系统内，你不进这个系统内，你即使是国防工业的这个承包商，一般也不会进去，也进不去。像它前面我印象里是这样，就是它的比如说各个零部件是由各个承包商做的，但是就是拼在一起那个东西是属于 NASA 自己的。有的是，有的不是，有的是他可能也委托一个总承制方啊，总包。总包。了解，是价格优势，这个就是一个，哎呀，这个是无法超越了。对，价格优势这里面这个图我倒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最右侧的这个是星舰，然后它的左边一点的这个是星舰首飞之后的中国的这个长征9号运载火箭。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它的直径呢，这个长征9号和星舰直径是一样的，也是9米。那然后呢，它这个底部呢，我看这个底部这一块，大家有点像待会儿咱们会介绍的这个新格伦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就是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它又装的这个燃气垛的就是上面这个1级上方的这个山格垛呢，又有点像猎鹰9。所以我感觉呢，这个长征9号是星舰推出来之后，那么那个搞的一个猎鹰9、新格伦和星舰的一个混合体。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在星舰首飞之前，那么那个长征9号，实际上那个外形是完全不一样的。星舰首飞之前的那个外形更有点类似于我看看啊，从左边数第3个叶尼塞号这样的长征9号，等于星舰的首飞之后。有人在问说长征9是不是甲烷的？长征9号我有点记不清了，这个我再查一下吧，我有点当时没太记住。但按照你写的这个，就是长征9的这种发射成本其实是接近星舰的，或者说比它稍贵一些有限的一个状态。那么它的这个回收嘛，它上下这2节。首先它的这个1级肯定是回收，大家看到有这个山格垛，就是说它的这个1级上方这个山格垛就表明它肯定会回收1级，就是底下这节是2级的，对，2级的话还在讨论吧，属于还在讨论，难度有点大。就是如果1级回收的话，我们等于就是说至少在发射这一块是不是也基本上可以达到至少猎鹰9的这种叫做成本？对，基本上应该比它还稍微低一些，比猎鹰9还要再便宜一些。OK， 那这个“一带一路”的兄弟们又有机会了。对，你看啊，像这个
就发射来讲吧，如果要是猎鹰9发射的话，如果要是不用它最新的就是全新的火箭，用它的这个2级手火箭，可能4000万、5000万美元发一发。那它这个里面大概2级火箭占多少呢？大概占800到1000万，就是差不多这么一个占比。所以就从回收上来讲，也是这样。OK， 能够回收1级就会便宜很多了。对。好，咱们再往后。这个是各处的这个价格，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价格吧。我看看啊，我得调出我这儿来，因为我看你这屏幕有点看不清。所以下次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放这种细细密密的这种小表格上来。对，是。大家可以看，我刚才查了一下 Copilot 啊，这个长征9的燃料是液氧和甲烷。液氧甲烷啊，对，1级、2级30台，然后呢200吨级全流量分级燃料循环甲烷发动机，3级是液氢和液氧。对，它一共是3级。液氧甲烷全流量的这个分级，这就完全是照着猎鹰什么的抄的。猛禽2发动机照着星舰，对，照着星舰抄的。然后这表格的话，大家可以看这里面位于中间这个就是这个发射价格。然后呢，我看从右边数第1、2、3、4第4列就是成本，大家可以直接看出来。第一个这个太空发射系统叫 SLS， 美国那个用于载人登月发猎户座飞船的，是每吨的成本是2000多万美元，2100万美元。然后刚刚退役的这个Delta 4重型 Delta 不是那个 SpaceX 的重型猎鹰是这个152万美元一吨，就是说合到每公斤就应该是1520，是。然后下面刚刚退役的 Delta 4是1216万美元，合到每公斤就是1万多，12000多。然后你看长征5，现在长征5号的这个每成本大概还是这个重型猎鹰的大概3倍多嘛，长征5号。那如果要长征9号1级能回收，大概也就是降到这个152这个水平，再稍微低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了解，就是我们还在奋起直追了。对，还在追赶住。OK， 但这不是技术上的追，这应该是工业化上的追。工业工程技术在这块再追呗。咱们往下。就是火箭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这一块的话，就是大家也能看出来，最左边这个第一个发动机，这就是梅林猎鹰9的。旁边的这 RD180是俄罗斯的一款发动机，但是也非常著名，包括刚刚发的那个安加拉火箭，俄罗斯前2天前吧，刚发了一个安加拉火箭，也是在RD180基础上改的 RD191火箭。大家可以看梅林发动机100万美元，这个是比较老的一张图了，梅林发动机才100万美元。然后对应的它这个产生每1000牛推力的这个消耗是这个成本是1170美元。然后猛禽就星舰用的200万美元一台，现在的价格可能现在还不到200，因为这是老的图片，200万美元一台。然后猛禽明确的大概这1-2年内大概就能实现到100万美元以下一台。如果要是说时间再久一点的话，可能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宣传官好像说我们会降到25万美元一台。这个降什么概念呢？一个这个星舰33台猛禽，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上，一个星舰飞船 V1、V2 版的6台猛禽，V3 版的9台猛禽，这就省了一大堆钱。是，这就省了一大堆钱。是。旁边呢，然后每次还回收了屎。
对，还能回收使，而且它是按照重复使用50次的寿命来做的。然后旁边这个猛禽旁边右边这个 B14这个发动机呢是蓝色起源的，蓝色起源用于它这个新格伦火箭的，是，也就是贝索斯的。然后它这个发动机已经成功首飞了，虽然新格伦火箭还没飞，但是这发动机首飞了，就是随着这 ULA 的这个火箭发射联盟发射了这个火神火箭，也是今年年初发射的。它这里面有一点错误，现在它这里写的这个重复使用次数 B14是25次，实际上现在已经他们指标改到了100次了，改到100次了。但是它的这个成本还是和猛禽2没法比。然后 B14旁边的是造的越多越便宜。对，而且造的越多越可靠，造的越多质量越好，越可靠，越便宜。然后 B4旁边那个是 RS-25，是原来航天飞机用的，然后也是现在美国的这个 SLS 火箭，就是载人登月这火箭的这个，但是它那价格就不用比了。是，对，政府的跟这种就是商业公司之间，我觉得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对。然后猛禽旁边那最大个的那个就是土星5号上用的。载人登月用的，原来载人登月，对，是，而且现在他们猛禽好像是几天就造一台，就是造的速度还贼快，一天一台，对，但是即便是一天一台，也就是一年生产365台，按照星舰这个算，目前的生产能力不够造10艘星舰。这个我觉得倒不用担心，他只是说我有订单。剩下的都有的是办法可以解决，因为在现代金融体系下，然后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利可图的，然后马斯克说我有订单，然后一堆人就举着钱来说咱们去造工厂吧。行吧，我开始特斯拉的上海工厂一样，特斯拉上海工厂就是马斯克其实唯一出的东西是什么？他跟上海市政府签了一对赌协议，说我保证多少年之内，然后每年给你交多少税，然后地是上海政府给的，钱是上海政府找人给他借的。然后所有的施工什么，他一个手指头都没伸就搞定了，然后就嘁哩喀嚓开始造。1分钱没花，对，1分钱没发，他就是做了一个对赌协议，但是他最后牛逼的就是他把对赌协议完成了。那也就是在中国这种的敢跟马斯克签，其他哪个政府？这个不好说，这个真不好说，因为你在美国的话，第一个美国就是地你肯定比上海便宜嘛，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对吧？第二个就是说，他其实有大量的财团说我们是愿意借钱给你的嘛，就是马斯克说我要去收购 Twitter，然后一堆人说来咱们传个团，然后把那个钱借给马斯克，让他去收 Twitter 吧，对吧？他这个现在既然这个 SpaceX 已经 run 起来了，而且也开始盈利了，那么它其实是可以撬动非常多的资金的。对，我相信啊，就2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你刚才举的那例子，我只想说一句，就是说说服中国相对手续，你可能只说服一家就够了。如果你要是在美国，可能要说服很多家才行。是。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说到这个发动机这块儿的话，反正因为我在我视频里说，我当时举例就是说，它将来因为待会儿会提到这火星的时候，可能会要到年产要到3万到4万台，就现在产量的100倍。我觉得有点的担心，而且我举了航空发动机的例子，然后我也有观众呢，也是对这个他觉得也是跟你的想法差不多，可以再讨论嘛，咱们再讨论。对，这个再往后。刚才说了那几个优势，火箭的优势什么的这些优势，现在咱们看看飞船上的优势。我只说飞船有很多优势，就龙飞船实际上也有很多优势。大家看屏幕，注意我画的这个小红块。从左面这个最左面这个中国921长征2号 F，注意我红块里那个东西叫做逃逸塔，这个东西同样出现在长征2号 F 火箭旁边，就是最左侧右侧一点这个是俄罗斯的联盟，然后再往一个是这个美国的载人登月准备重返月球的 SLS 都有这个逃逸塔，那它都有这么一个标记。然后最右边这个图是猎鹰9号火箭发射龙飞船的，我那小方块，大家可以就看，可能不太清楚，可以把屏幕放大一点看啊，没有这个塔，就为什么？老范，咱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
好。OK，我在左面这张照片是龙飞船在这厂房里和这个猎鹰9号火箭对接之后，放在这个还在这个测试台架上的时候，在这个运输起诉台架上的时候的。那我标了2个箭头，有2个口，它的逃逸火箭是装在这里的。那它既可以做逃逸用，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使用。原来的那种逃逸塔是一次性的，这个是重复使用。等于这一块也是又减成本了。对，然后咱们能回到上一张照片吗？上一张幻灯。现在咱们还是左面3个，咱们看到的啊，都是逃逸塔下面都是整流罩。是这个整流罩打到空中之后是要丢弃的，扔了。对，然后咱们再回来，在猎鹰9号，在这个龙飞船上，它就直接装在那个上面，没有整流罩。OK，是。这个上面肯定是每多1斤的重量都是巨大的成本，几何程度上升。对呀，然后你没有，你可以重复使用，你那整流罩也好，那个什么，就猎鹰9的那个整流罩，它也回收，那一个也200-300万美元呢，那不是，那也好几百万美元呢。咱们再往后，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的卫星平台，我这儿又不大灵了。对，你的信号又不太好。这右上方的这个是星链2.0的那个卫星平台，也就是说将来可能要这个，就是说这种平台要搞好几千颗，甚至上万颗，甚至几万颗。那左下角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蓝色起源。待会儿咱们聊蓝色起源就可以深聊啊，叫做蓝环 Blue Ring，这个卫星平台，这个算是。但是现在就等于现在和它的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点像我老范应该熟，可能年轻的朋友都不太熟。当你这应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当时的 IE 和这个什么和这个Netscape， 就是叫做网景的这个浏览器竞争是蓝环就是那网景。OK， 没事，咱们接着讲，对。这一块就是说经营模式上的了。实际上这个是我直接从 SpaceX 网站上截的图，那就是它的其他的地方就等于这是它的整流罩内载荷嘛，有这几个空位着，它要在这儿卖50公斤，它大概一个小位是50公斤，然后呢它叫1/2吧，1/2，然后一个1/2个 unit 还是1/4，然后呢那个一个 unit。然后多少钱？它大概50公斤，可能是20万美元。现在目前的价格，这就是你比方说你自己开了一个公司的老范，然后咱们建个 startup， 然后后来想可以通过做卫星来挣钱，然后咱们自己做个小卫星送过去，就是你给20万美元50公斤的，就给你打上去。我觉得这个是回头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说这个。如果有20万美元，我们就可以把50公斤放上去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到底能拿这玩意儿干点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思路了。对啊，这实际上就跟那个什么，就跟那个抖音啊，你老聊的抖音什么的那个带货什么的是一样。我给你这么一个平台，给你这么一个机会，你能不能想用它来挣钱是你的事儿。是。对，比如说扔上去以后，咱们在地面上玩一下，像什么 Pokemon Go 这种，什么宠物小精灵，四处去逮个什么这玩意儿的，反正天上还有我们自己的星，对吧？这个有可能能够搞定。对呀，这就是经营方式上的。经营方式，大家就可以去思考，这个有可能会像云计算一样，刺激起大量的新生的业态出来，因为对，肯定的。对，其实，在云计算刚开始的时候，一帮人在嘲笑说这玩意儿也叫创新，说你们都干嘛了？你们啥也没干啊，你就把原来的服务器技术，然后改成了一个可以开放给大家用的一个平台，这玩意儿咋叫创新啊？但是在云计算发明了以后的5年左右，就是所有在云端的这种服务就如雨后春笋一样，整个把互联网生态全改了一遍。
所以呢，它现在你可能让我们来去想说，到底把一个什么样的载荷放到近地轨道上去可以干什么？可能我们现在想不清楚，但是我们要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想这个问题。老范，对，如果要咱俩能想清楚，咱俩也不是在这儿做直播，咱俩不，应该这赶快个建这家公司，是吧？创不，立个 这个呢，其 startup，然后实这样，就干了。是，不是说想不清楚的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其实建公司那些人他也没想清楚，他们呢只是更敢干，而且更能忽悠到钱。然后他们很多，因为我们以前见过很多这样的创业者，他们忽悠回钱来以后呢，头几个方向都是错的，然后他会连续试验几次以后，然后慢慢的再找到正确的方向，不是一开始就能找到正确方向的。对，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纯思路的打破，真是思维习是惯的打破。马斯是克他实际上他用的是什么？他是用的这种互联网思维，就是说，是，快速迭代，快速频繁试错，快速迭代。嗯，是。但是就是说，这个在以前我们搞航天的是完全没有这个没有这套东西，没有这个对想法的，对，对，所以因为完全云计新的理念。算之所以能够刺激出那么多的这个互联网新业态来，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配置与试错成本急剧降低，就是你把它弄错了，错了呗，对吧？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所以实际上火箭发射也一样，你觉得火箭发射，比方说没成功，损失很嗯，大1亿美元、2亿美元，一是个 SLS 发射一次20亿美元，你相对于是那20亿美元，你的试错成本还是很低的。是，你现在这种比如说20万美金50公斤，那我来100万美金，来5块儿，然后这5块儿里头有1块儿最后能使了，剩下给我扔掉完事儿，不就完了吗？对对吧？你可对，能一次就可以做5次实验。好，我们继续，咱们再讲讲殖民火星了，该。咱们得加快点了，因为我讲的快点嘛，我那个什 OK，么，第一个就是说是规模啊，100万人，然后这个数百万吨物资，用马斯克的嗯原话。第二就是用时，说20年内，也就是8到9个地球到火星的发射窗口，然后就准备实嗯现。然后在每个发射窗口之内，准备的是什么呢？向近地轨道输送150万吨物资，这嗯150万吨里有25万吨是去火星的，其他的嗯都是为了去火星的这些飞船加注的推进剂，大概就是嗯，主要就是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就是等于20年内送100万人过去，而且在那儿建一个城市，或者甚至是几个城市。是。但是因为我一直没想明白，他所谓的说在火星上可以自给自足，就是他完全可以不依赖地球，可以活下来，这到底是嗯，怎么个活法？它是这样的，首先它是要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之内，这嗯是第一点，就是说改造整个全火星的大气什么的，20年内肯定做不到。这嗯第一块，第一个事儿就是生活在封闭环境内的。第二块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火星上要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工厂，嗯，就包括比方说，首先是生物的，就是生存必须的资源，它的对，吃农喝拉撒，场什么的要对吃喝拉撒这些维生所必须的，然后用水要解决。另外呢，就是说它主要的这些这个所用的比方说咱们日常要用到的，比如铁啊什么的这类的矿，它要全都找到，然后能够生产，然后硅矿，但是这些都已经发现了，这应该没有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主要是找富集区的问题，就是说嗯，这些要做，等于就是最终它就是要达到一个火星就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相当于地球上的另一块能独立生存的大陆，比如就是北美大陆，能达到这种，就相当于就是是地球如果比如说打了个3战或者打了个什么东西挂掉了，他们还可以接着玩耍。对，马斯克在演讲里就说了，就是说殖民火星最少的意义就是，如果地球打3战了，然后怎么样了，我火星可以独自传续这个中华文明下，我别中华文明，就是人类文明。地球文明，地球文对，人类文明下去。是，对，这个是很吓人。但是你像现在，他比如说，25万吨的货物去火星需要加这个等于125万吨的燃料进去，这个是不是有点儿？其实也不是125万吨燃料吧，可能很多也是这种地面就是这种近地轨道空间站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应该也都是占载荷的。它不是，应该是差不离我算的，就是跟我算的差不多，应该是3倍到5倍的这个载荷，
就差比是125万吨，就是5倍的载荷。对，因为差不太多。从地球到火星这个中间应该都是惯性飞行吧？它需要这个一直喷吗？它是这样，从地球到火星，这说起来稍微有一点复杂，我尽量简单的说啊。就是说大概是它是一个加速一个减速两个过程要用到推进剂，剩下的过程是不需要的。这个加速过程大概是多少呢？是从每秒绕地飞行的每秒7.9公里加速到11.2，这个数还相对来讲比较好办一些，就消耗的推进剂量相对少。但是我这只是计算上的，待会儿我再说为什么。然后呢，还有到火星的时候它要减速。它要把它的这个速度，实际上它当时相对于火星的速度应该是在40，它应该是42减去大约25，大概就17公里的速度。是它要减到大约3公里到2公里，2公里到3公里每秒这个速度，这要消耗相对来讲比较大的燃料。但是我没有完全特别准确的去计算。因为你从地球加速的时候，你飞船重，虽然加速的这个速度小，你只加速了大概我看看啊，大概是4公里多，你只加速了4公里多，但是呢，你飞船很重，所以你消耗的推进剂要多一些，有可能要多一些。你到那儿的时候，虽然你减速的那个很多，你要减12公里啊，或者更多13公里啊，但是呢，你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个飞船稍微轻了一点，所以到时候那个得详细的再算一下。但是总的过程就是这2块，一个加速，一个减速是要消耗。它这种是不是这么算？这个就是说，它到了火星以后，实际上这个大的飞船是不落在地上，它也是在火星同步轨道或者火星上面的一个轨道上在飞。然后呢，它只剩下一小部分，有一部分可能可以不下来，但是大部分是得下来。因为是什么？人的飞船得下去，运送大设施的物资。因为你要殖民火星的时候，你肯定先扔过去的是什么？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啊，比方说电站，马斯克的那个 Solar City，它的那太阳能电站是吧？或者是这个 NASA 的这个 KW 这个核反应堆核电站。待会儿咱们可以说建火星城市。到时候得怎么样？这2个电站我觉得都得有，就是等于主要的时候我用的是太阳能电站，但是火星上有可能有沙尘暴，有沙尘暴的时候你太阳能就发电就不行了，那时候你就得用核电了，就像电站，然后大型的一些采矿机械什么的，甚至我们是要无人工厂都要建到火星上去的。如果真的是殖民的话，你肯定要在那儿建一大堆黑灯的无人工厂。是。我估计到时候是应该是让落在地上的所有的飞船想办法把它拆下来都能使，每一根螺丝钉都要拆下来才能使。对，只保留最后能把人送回去的飞船，保留一些，然后剩下的肯定就是拆下来继续那什么，最少可以用来做贮仓嘛。飞船的结构是可以做贮仓的。是，我觉得那它最后在火星同步或者火星上面这个轨道上面应该是留着一些。可以把人送回地球的飞船和燃料会留在那个地方。燃料不一定留，燃料为什么不一定留？你送过去成本太高了，还是在火星造，在火星造最便宜。因为甲烷，可以在火星上合成，那个液氧也可以在火星上合成，这都试验过了。有水的话，电解水就有氧气嘛，然后还有氢气。然后火星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你把二氧化碳变成碳和氧气。碳和氢气都是甲烷嘛。是，了解。我们继续。而且稍微多一句啊，在火星上那什么资源都是特别宝贵的，宝贵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那些排泄物是可以产生甲烷的啊。是，人的排泄物是需要靠足够多的人上去排泄才行啊。对啊，然后你再得上头养个什么猪牛羊啊什么的，再慢慢把这个地球种子库和地球基因库都搬上去。肯定要做。是，但是这个我觉得20年的话，可能不一定说到20年以后它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有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就可以开始往火星开始扔东西了。我感觉也是，
嗯就是说是这样子啊，2025年会是一个窗口，那这个窗口可能咱们可以看啊，明年应该就会发好多探测器去，就开始包括为不管就是哪怕不殖民，你得为选址，你得开始选址了。然后呢，然后大致选址会选几个地方，然后呢会算一些着陆器是落上去，然后去采样。2025年可能还是2027年，我记不太准了。它这有一个就是 NASA 要从火星采样返回，要发一个探测器去。这也是美国现在比较就是厉害的地方，它等于探测器也都是探测器平台，它用凤凰号的火星探测器平台落到火星上，然后那个探测器平台会带一个钻头往地里打洞，地下大概是1-2米，10米吧，最多10米以下可能就有冰层，水冰层了。这个冰层厚度可能有100米。如果你能够找到，假如它其他条件再符合，那这就有可能作为一个载人登陆火星的这个备选点、着陆点，因为底下有水。然后还有什么？它还要返回地球，如果要采到这些东西，包括带一些火星岩石回来，然后它怎么返回呢？现在美国在火星上有一个叫奋进号火星探测车，火星车，那个火星车会采完样之后，来到这个2025年才落到去火星的这个探测器上，把这个采的样品送到这上面，然后那个2025年去了再返回，这又是一盘大棋。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至少明年就可能看到往火星上丢东西、丢垃圾。对，我们来看看它还有哪些竞争对手吧。首先说就是说蓝色起源吧，贝索斯的这个，那贝索斯现在的它有一个火箭，就第一个叫新谢波德火箭，这个我就不介绍了，一个观光火箭，就是供大家去玩一玩的，没什么大意思。到亚轨道100公里，刚刚超过100公里，没什么大意思。那现在的比较那什么的就是这个新格伦火箭，新格伦火箭它起飞重量大概是700到800吨。然后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以到45吨，这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大概和重型猎鹰相当。然后它的1级是可回收的，大概是这样子。待会儿下一个图咱们再详细的再说一下。然后不是，然后先不到下一个图。然后呢，这个蓝月亮呢着陆器呢就是阿特米斯5任务就要用的月球着陆器。那个就是等于就是说 NASA 也给让蓝色起源也能参与这个竞争。我现在来看啊，火箭方面，蓝色起源有和 SpaceX 对标的产品，这是第一个啊。然后月球着陆器就是等于升空的这种着陆飞船这一块有对标产品，然后卫星平台。蓝环卫星平台等于最少这蓝色起源，它先不说它的规模怎么样，但是它从产品这类别上，它再往这边走。而且呢，这个贝索斯的这个亚马逊还搞了它的这个柯伊伯卫星系统，那个卫星系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当于完整的这个星链系统。所以这几个来看呢，蓝色起源规模上差得很远，但是从对标上来讲呢，它还是不错的。另外呢，我这上面写了，对，然后 ULA 加盟，就现在那个美国的这个 ULA 联合火箭发射联盟可能会被这个蓝色起源收购，它用这个安装在新格伦火箭上的这个 B14 发动机，我前面也提到了，那做的就是这个火神火箭，这个火箭的运载能力呢，大概和猎鹰9，刚才我说这新格伦是和重型猎鹰啊。那个火神火箭基本上和猎鹰9是对标的，所以就等于它基本上从蓝色起源从这个产品这构架上看，它基本上是全系列对标了 SpaceX。对，了解。再往后，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蓝色起源的这个这个就是说几型火箭，最左边这是载人登月土星5，那然后它旁边的呢就是这个。蓝色就是这个新格伦火箭，这个火箭，然后要比
重型猎鹰长得还稍微大一点，但起飞重量、运载能力什么的都基本上相当。然后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至少还是那句话，它在产品系列上还是对的比较整的。而且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蓝色起源的这个新格伦火箭，它有可能将来它还能够捆绑，比如像是刚才说的这个火神火箭，就对标这个猎鹰9的，然后来形成一个重型的这个新格伦火箭，甚至它捆绑它自己的这个1级。那它的运载能力实际上就和V1版的星舰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相当了，接近了，它能达到130吨左右，120吨到130吨，大概是这样。然后德尔塔4是刚刚的退役了，最后一次发完完事。退役发射，对，它只有28.79吨吧，28吨，29吨。它退役的核心原因还是太贵。它退役是啊，3.5亿美元一次发射呀，3.5亿。你这个它旁边的就是这重型德尔塔旁边的这个猎鹰9，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级不回收的话63吨多，1级回收的话45吨左右，也是45吨左右。它才1.5亿以下，9000万到1.5亿，你怎么比？是，这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就是它等于一下就把成本一下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别人根本没法跟他打。对，OK， 我们继续。这就是蓝月亮东月飞船，这也就不太多说了。这到阿特米斯5呢，但是这个飞船的设计，实际上以后咱们可以找机会聊，挺有意思的，可以聊聊。属于我这种技术人男的比较喜欢。这就是卫星平台。对他们的卫星平台，对。下面一个就是火箭实验室 Rocket Lab， 这个公司在新西兰有发射场，我还准备到时候去看看，7月份、8月份去趟新西兰去看看那发射场。但是它发射的现在的火箭就是它的现在在发射的就电子号，过2天可能就又要打一发。这火箭的发射规模就大家可以看10几吨的火箭，然后运载能力300公斤，就真的是很小。小火箭，非常小。然后中子号呢稍微大一点，起飞重量大概是480吨，运载能力的话那个8吨，差不多是这样。我这个对，然后刚才说的这是2家商业的，这是美国 NASA 的就 SLS 火箭，那最左边这个是2022年年底发射的那个一版的，就是 SLS1，那它还会有1B 版和2版，但是它基本1版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95吨，即使到这个2版的。它的运载能力也就是130吨，而且它是完全不可重复使用的。而这个 SLS1 的这次发射，第一次发射就用了20亿美元。大概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日本和欧洲。日本和欧洲现在来看差的也比较远。那欧洲刚刚应该阿里亚纳6，好像是在试验那个。起飞重量86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才有21吨，它的单次发射费用是1.25亿，这个发射费用应该来讲降的还是比较多了，就是说它这个费用是可以和猎鹰9号有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竞争关系，但它的运载能力实在是偏低，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它应该这个运载能力要比它这个大，日本这个 H3 的这个呢，应该就是说它的形成的火箭也是刚刚进行了第一次成功发射，它上一次失败了。那它的大概相当于猎鹰9这么一个水平的火箭，但是而且它现在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而且等于简单的过了一下。对，你不能重复使用这个事儿，这就还是比较贵呗。你像猎鹰9就经常是谁10手的火箭、20手的火箭，现在最高的一个用了多少次了？19手，它是这样。对，猎鹰9的话，你比方说它是报这个价格啊，最关键的是那并不是说是它，就是说我的，比方说我的这个利润已经很低了，我报这个价，它是比着其他的，它的价格是
他就根本就不管这利润多少，他是看其他的那些火箭是多少，然后我想一个价格，然后我这个利润空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和成本没有关系。是这个，我觉得要跟猎鹰去竞争，包括后边这个就是猎鹰竞争，我觉得咱们的这个长征9还是有机会的。然后呢，你要想跟这个叫做星舰竞争的话，现在应该没机会，就任何人都拿它没办法。对你搞出来了，我直接降价就完了。对，我直接降价就完了，我的利润空间够。但你说像它这种99%这种，它也没有反垄断法吗？关键现在他不是在画饼吗？可能到时候美国的这个，我觉得这倒是一招啊。到时候咱们可以与其是跟他去竞争，不如花点钱去忽悠美国国会，咱们造舆论，然后给他拆了，这倒是个招。这个我觉得这个贝索斯应该会想这个招的。对吧？这个给他拆了。像当年拆微软，拆这个洛克菲勒什么的一样。但是拆微软是这样，就是因为有人还是要有原告嘛，就是你比如说当时是网飞啊，不是网飞，叫网景去告微软，说你这个影响我的这个，因为你的捆绑销售嘛，影响了我，对吧？你比如说到后面说，哎，你这个 SpaceX 的这个所有的 Starlink 卫星，包括所有去火星的都用了你的啊，你这个叫不公平竞争。对吧？我的明明比你的更好，然后结果你不用我的，然后导致我竞争失败。那么这个呢是可以作为不正当竞争去告他的。但是如果说我这个又贵，然后又烂，然后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又贵又烂还是次要的，但你先造出来，这个是有点难的。是，我在想说这个咱们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它哪些东西是难以实现的，就是比如说以现在的技术能力。火星这块吧，我觉得首先我多说扩大一点，就首先200万到300万，我觉得20年内可能都很难，有点难。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是干航天的，如果它近地轨道真的就那么算的话，近地轨道去一次可能就1-2万美元。如果真是那样，我肯定去，因为你看做汽车的。不但能那个什么能自己做，你是这设计汽车、制造汽车，你不但能坐车，你甚至能自己开，是吧？坐飞机的，你至少设计飞机的，你可以去坐飞机，对吧？然后坐船的也是，你设计船，你可以去开船。就我们这些干航天的，设计了一辈子航天，然后从来没上去过，所以如果有机会，一定上去。好吧，对。但是就是说。可能我觉得200-300万的想在1年之内可能还比较难。然后火星这一块的，我觉得就是想20年内实现那个，难度是相当大，而且就是说它的发射密次啊什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专门做了一期到我的这土拨鼠杂技这里面专门做了一期视频，然后就讲这个。我简单的来说吧，就是说它相当于每个发射窗口。大概要进行最少的，可能也要进行1700次发射，就每个窗口期之内。是。然后呢，你这还是在你可以解决了这个低温推进剂可以在轨道上长期贮存。我平时每天就不停的往轨道上打这个推进剂，你要打125万吨推进剂上去了。所以你就得打内都平均到每天大概要打13次发射，然后才能到这个。入轨的到了窗口期，我载人飞船你得那个什么吧？载人飞船再怎么说，你载人飞船你最后得是窗口期内发上去，你不能让人在轨等1-2年，然后再上去。所以是到那时候把推进剂加注好，然后再飞过去，可能还是比较。像这种低温推进剂的话，比如我真的扔到轨道上，是不是只要不让太阳晒，它就温度本身就很低？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大概不被太阳晒到的，大概-125度左右。然后甲烷的温度大概是-150，液氧大概是应该我忘了170、180，-170、180，差不多是这么个水平。就是说但是我可以通过加压啊，我的那个提高这个储存压力，相当于就讲那煤气罐就是那个液化天然气就是加压的嘛，我可以加压，但
总之还是要想办法解决一下。这种东西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扔上去以后，让它始终在，比如地球的阴影里面，让它始终不要到这个太阳那面去，我就维持这个轨道始终在这个位置上，它不就永远不会被晒了吗？讲起来应该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得好好去计算这个轨道，这个轨道计算这也是专门的一个，有这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一旦被太阳晒到了以后，肯定是温度急剧上升，压力急剧上升，对你什么储存罐啊什么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嘛。对，那就上升到零上100多度了。是，所以它只要是藏在一个阴影里，甭管是地球阴影、月球阴影，反正你藏在这个影里，它就可以始终的不被太阳晒到。所以就这个就看吧，对，然后这个是至于发动机到底能不能有这么多的话，就是看大家有多少人相信这故事了。只要有人相信这个故事，我相信以就是金融投资和财务这帮人的这个调性来说的话，他们会想办法在全世界找人，然后找钱，然后设计各种的这种套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然后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的。这个我觉得以现在地球的这个金融力量来说的话，应该是做得到的。是吧？行，这个应该是老范你更熟，我稍微就差一点。这个山姆奥特曼惦记做芯片都要7万亿美金，对吧？他这个你比如说需要个几十万亿美金，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行，对吧？而且你想，那个沙特还在沙漠里头建那个长城呢，一个长条的那个城市还在建那玩意儿呢。我觉得你把那个钱留下来，对吧？造火箭发动机这事儿多好啊！而且火箭发动机这种东西呢，最后可能，我觉得没有中国人的参与，它还是会造得慢的。好吧，印度人啊不行，印度人肯定没戏。对，这个就是如果是搁在国内来去造这个东西的话，它是真的有可能能造成的。你就跟那个电影2012那个叫什么，2012是吧？那个片子2012，对吧？他说最后造这东西你只能送到中国去造，你没有别的地方。造方舟。对啊，造方舟。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多少美金可以发50公斤的设备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想想到底能干点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想法。对，这个我们回头可以想一想。从我现在的想法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干一件事儿，是肯定有需求的，做盒子。因为呢，它所谓的这个50公斤，它肯定是有一个标准大小，有标准的接口协议，然后有标准的说我可以调用那个哪些周边的设备，然后要求提供哪些协议，这个东西应该是标准的。那甭管里头装什么，就是我们去造那盒子就完了。也是做平台，我理解了，也是做平台。我就相当于造个像硬盘盒似的东西，我这个盒子然后兼容马斯克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接口协议，然后呢能够进行一些实验，说你这个载荷上去以后，比如说你的这种碰撞、这个震动，然后温度你都可以达到了以后，说 OK， 你的东西可以装到盒子里去，然后可以调用哪些卫星平台上的电路和服务啊，哪些呢你可以自己去做，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包装出来以后去卖就完。至于别人再想往盒子里装什么，以后再说，我们先把那盒子做了。对，这我觉得也是真是一条思路。对吧？卫星平台做一个微小卫星平台，等于我就做了一个这么的。我就是兼容马斯克的，然后弄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到那个SpaceX 上去做测试，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里边装了50公斤的沙子啊，或者说装一些这个服务器，装一些什么这样的东西，然后可以在上面去放一些这个简单的东西出来，对吧？就像那个咱们最早东方红1号，实际上就在上面放这个歌嘛，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对吧？我们可以干个无线电发射器啊，对，我们就可以说在于这个云端啊，然后我们去不叫云端了，就是卫星近地轨道端，然后我们去做，哪怕做个加密解密，做一个什么这样的东西，对吧？或者我存一些什么别的东西放上去就 OK 了。就是我们证明说我有这个能力，你任何人只要是想东西放上去啊，那你就到我这儿来，我来给你做服务啊，告诉你应该是
接什么样的接口，可以放什么东西上去，然后你做的所有东西我来给你做测试，测完了以后，我们到那边去签约，说来你在哪个发射窗口给我把它加在哪颗卫星的哪个位置上给我扔上去，啊，就干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块应该是会有人去干的。应该有，应该有。对，这应该也是一个市场。对啊。然后，而且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航天发射里面，实际上火箭那真的是我反复强调，都很少很少，是比重10%、20%，也就是这样。5000亿的航天市场，主要都是应用啊，全都是应用啊。是。对，关键还是看怎么用。我觉得他既然提供了这个接口，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做这个，相当于是人家发快递，然后呢，我们去研究快递盒。对，直接往盒里装啥不了，专属的快递车，就是看这个。对，就这意思。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接口协议搞明白，然后搞清楚，比如说这个星链2.0的这个卫星平台上有哪些接口我们可以用，然后用的时候是怎么来付费的，啊，比如说它有天线，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再往上发的东西有天线了，啊，我就可以用它的天线再把东西再发回来，对吧？或者说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存一些这个加解密算法呀，或者存一些这样的这种探测的一些算法呀，什么这个东西就可以扔上去。或者说我就在这50公斤里头，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可以进行实验验证的东西，然后最后把所有的实验结果，对吧？可以通过一个它星链自己的接口给你发回来。我们可以从地面上把这个实验的步骤、实验的流程可以发上去，然后他在那边给你做，做完了以后再把结果给你发回来。这个事儿其实都是，我觉得在这种50公斤里头，其实可以干不少事儿的。对。应该还有更大的这个块儿，就是不行我们就做更大的，然后最后你算呗，说这个划算不划算呗？200公斤、50公斤、100公斤、200公斤，它就是一个优一个优一个优的嘛。你那个对，一个优一个优，就相当于我们往回家里上服务器似的，对吧？比如说我们下次就是那概念，是我们以后比如扔上去以后，看看比如说这个老鼠在这个失重环境下到底是这个怎么样，这个都可以去观察了嘛。100公斤其实可以做一些很大的实验了。就是说你是搭车嘛，然后我这块儿就是说它分几种，一个就是说，比方说是搭车，就是你到的晚搭车，我这就仨空座了，对，你可能你就只能买一个优，一个是一个优，一个是2个优，然后呢，有的如果你上的早，你可以说我要给我来4个优，给我来8个优，这个你可以排队嘛，你现在需要4个优8个优没有的，我排下一次就下一次，对，就是这意思，是。然后你上去了以后，其实现在等于大量的这种生物啊，或者是这种物理相关的这种实验，就都可以扔到近地轨道上去做，就是原来等于没有做过的啊，各种假设都做。这个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是，比方说你搞这种，比方说教学，你搞教学这些的就可以啊，完全可以，包括你搞科研的一些想做科研的这些就完全可以。这个50公斤你要来做科研设备，那是挺大的，能做不少事儿。是。然后20万美元，甚至未来肯定会更低嘛，越来越低。比方说10万美元，那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实验室来做这个投资都没问题。而且你想，它是个星链卫星，我放上去以后，这玩意儿做现场直播肯定是没毛病的。对，肯定没有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去研究马斯克到底有哪些东西在吹牛呢？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以现有的这个技术手段和现有的成本来说，它的这个200万美元发射一次这件事儿呢，还是有一点难以实现的。但是如果有大批量的制造、大批量的这个什么的话，它比如说马斯克，其实这个东西在商业上是这样的，假设吧，它这发射一次需要的所有耗材是什么燃料、油漆、什么各种的这个设备养护，所有的东西都算好了以后，它完全可以招投标。我关键他要敢招投标，没准真的会有人上来说，哎，我们应这个标。而且我估计很多中国厂商都会冲上来说，来，我试试，对吧？所以它有可能是能够实现，就是完全用商业的手段来去做。这个就跟以前这个中国人古代搞这种叫做说你往这个边疆运这个什么粮食，然后运完了以后，我给你发这个盐券或者什么东西，对吧？比这个肯定是划算。后来说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给这个商人
直接给钱让他们在当地买，然后商人有的是方法把这东西运去。你如果是说我们要让政府来去运这个粮食到边塞去，那你就算吧，这一路上的这个人吃马嚼什么这个东西，你根本算不明白，然后最后全都给你摊掉了，对吧？他最后说我就在当地给你弄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呢，通过商业的手段是可以解决的啊，通过商业手段可以解决。至于说这个20年往火星近地轨道，比如说先放这个这么多吨的这个物资，然后造这个几千台、几万台这个猛禽发动机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可能真的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就不是猛禽了，它有可能再升级了，因为它只要不停的在造，这个发动机肯定也会不断的升级，而且在升级的过程中的话，你像现在其实从中国也好，从全世界也好，咱不说超不超吧，就是大家其实都在按同一个思路在往前走。那么如果按照同一个思路往前走的话，在我们软件圈里头用的是另外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开源，就是我把接口啊，把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公布出来，那么最后大家就有可能能拼在一起，等于形成一个肯定会走这条路。对，像拼一起的话，那么没准到时候就真的是这个大家一起来去做这个事情，它就有可能能够实现。大家还是要看信不信。所以这个就是马斯克也是说把这个东西分成一段一段一段嘛，比如说我先往地球轨道上发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明年窗口了，我就开始往火星上拽东西，然后拽完了以后，我再不断的，其实你就像上一次咱们星舰发射完了以后，说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星舰回收的过程中，然后在这种屏蔽层里还可以直播，对吧？因为它是朝上的天线嘛。那么马斯克是一个很强大的这种叫做媒体营销大师，对吧？现在是大概地球上粉丝最多的男人，在这样的看，对，他给你去看这个火星上的照片，看火星上扔下来的这些钢梁，扔下的这些火箭，看这个火星上的这种小车在动来动去，他这个可能融资就完成了。因为你现在在推特上每天就在看马斯克发各种各样的星舰照片，发各种什么星舰发射的照片，发这个东西，对吧？他都在融资啊，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说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不能说按照一个当前的这个状态去看，说，哎，到底以现在的这个成本，以现在的这个实施方式，是不是可以去实现这个事儿，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疯子跟这个真正的企业家之间，也就是一线之隔。你比如说中间又或者又赶上一个经济衰退，或者赶上一样这样的东西，或者说他放上去一些东西，最后可能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扔上去了以后，比如说摔了一些东西或者什么这样的，可能就会融资不顺利啊，或者什么就会崩惨。这个其实马斯克一直是在钢丝的边缘在行走。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特别是刚才听的，我聊这些，我是一般从技术角度嘛，是我听你这个讲从投资和这个，真是让我也大开眼界。的确，你这么着一说，我觉得还真有点可能啊。是，就是包括的部分开源，我把我最关键的攥在手里，我不开源，其他的不是特别关键的我就开源。对，然后其他的一些需求我就开源，到时候等于就是说的跟养股差不多。我现在突然就刚才我马上想起来，就跟养股似的，开源实际上也是一种养股。是，然后就你们竞争，我需求放在这儿，然后我开源了，我如果招投标吧，对，对，像 NASA 不是也是招投标吗？对，是，他只要招投标完了以后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失败的容忍度，马斯克又是非常高的，对吧？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工程过程中，然后可能就真的可以快速的往前走。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马斯克对失败容忍度高，而且有担当，他自己定的事儿惹出的祸，他自己真背。是，这在有些国家是绝不存在的。这个不用说有些国家，我估计在全世界，你只要是政府主导的项目，都是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的。我们来打工的，对吧？这个钱也不是我的，然后我的这个，其实大家最后追求的是那个位置。而且这个因为也快要结束嘛，然后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 AI 浪潮和马斯克的这种火星浪潮，
其实在把我们向地球联合政府的方向推。这个事情可所以能很难阻止。所以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科幻小说都是地球联合政府，地球联合对，政府。所以我觉得那些科幻作家有的他们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他们应该就是认识到地球最终如果真的是走，比方说多星球生活，就是真是那个 making life multi-planetary，可能真的就是得地球联合政府。就你再去对话的时因候，就是为现在你看我们搞了这么半天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什么的，其实是让整个地球的生产力下降，或者各种的这种物资流动的这个叫做效率都在下降，这个事儿其实是极不划算的。你甭管是做 AIGC 还是做火星移民这种事情，你不把全世界全人类的东西拧成一股劲儿的话，你是做不成的。对，所以就是眼界嘛，你眼睛看着哪儿，你要只是看到内部了，你就内心内耗是，了，只能是内耗。看到内部的你就内耗吧。如果你要是看的是星辰大海，那你可能就想怎么着出去，我不跟你计较，我不那什么。是，你就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内循环了多少年以后，人家已经到火星了，你说咋办？对吧？这事咋弄？这意思，对吧？这个，哎，我觉得像什么为了全人类那个电视剧，马上就要成真了。啊，有那么点意思，我觉得是那样的，而且像，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果继续这么玩的话，就是我们最后想办法留一张船票就完了，就是想办法我们也占了一点点，然后最后你在火星上的小镇上有我们一小块儿，就跟那个最后为了全人类最后一季里头那个朝鲜似的，他们现在就是这个好多的，我发现现在的美剧，相对比较这个友善的这种亚裔呢，基本上都变成越南人了。相对的比较封闭的都变成朝鲜人，反正中国人他现在不碰了啊，碰了以后他也觉得各种麻烦。对。然后，但是我稍微多说一句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作为，比方说将来很可能因为它的价格降低了，然后肯定成本降低了，价格也会低嘛。所以的话，将来很可能大家都会成为这些马斯克啊、什么星链什么这类的用户，就是哪怕是为自己利益，咱们也稍微多关注点，像蓝色起源这类的，得帮帮他，稍微关注一下，让他能和马斯克竞争，要不然的话，价格就是马斯克说了算。是，这个我们也要看怎么去参与了。OK， 我觉得，这是马斯克这一次也算是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一次演讲吧。以后我们比如说等下一次它的 Starship 再发射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有登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直播，然后再去探讨进一步的想法。还有星舰四飞也可以直播。星舰四飞，对，是。老范要不要看一下评论啊？我看有好多评论。 OK， 你对哪条感兴趣？我来点。简单的过一下，你干脆你点吧，然后咱们快速的过一下。因为我不能从头开始看了，咱们只能再从后往前看了。对，过一点吧。看看这个讲的是什么？不叫开源，叫公布 API 文档 SDK 之类的行为。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其实你要发现大模型的开源其实已经跟原来的传统开源不一样，它现在并不是说把所有源代码都给你，而是说我给你一个训练好的模型，然后呢允许你在上面或者告诉你一下参数是什么，但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往前走了，所以火箭相关的开源的话可能会有新的方式。马斯克是以开源软件的思维来开发火箭的，有这么一点点吧。我觉得他是以互联网的思维来运营他的 SpaceX 的。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运营互联网的思维来运营 SpaceX。而且现在我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马斯克的 SpaceX 可以直接连手机了，对吧？因为他现在并没有专门造一只新手机，而是用的三星 S24就直接连上了这个SpaceX 的卫星，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一定的通讯，它应该是可以通话吧，可以传输一些数据上去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整个SpaceX 的收入和利润就会急剧上升。
因为原来我们现在说发卫星这个东西它是不那么挣钱的嘛，就是大量的其实还是下边的运营商和应用的过程在挣这个钱嘛。对，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啊。就包括 GPS 发卫星是不挣钱的，但是是甚至你用都是免费的，但是我是芯片授权是收钱的。是，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就会有新的变化出来。就是这意思，我稍微多一句啊，老范，就假如我星链真的那个什么了，我到时候可能我 SpaceX 卖授权就可以，就你新的手机你想不想能连卫星？你想的话给我钱，你新造的。这个马斯克可能是人类之光，也可能是第二个东印度公司一念之差。其实你要这么想这个问题，所谓的东印度公司，甭管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荷兰人和英国人来说，都是他们全民的光芒，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因为印度或者包括东印度，它本身是有人的原住民，有原来的这种经济体系，对吧？你给这些人带来了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包括这个鸦片交易什么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你觉得这个可能从整个的这个当地人来说，你是觉得有问题，而且从全人类的，我觉得整体的发展来说，我并不认为东印度公司就是，肯定不是说一个完全善意或者一个完全恶意，就不是0跟1之间的关系。而你说我们去火星这件事情来说呢，火星也没有原住民，对吧？你到底欺负谁去啊，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种事情了。还有什么啊？一个组织一旦官僚化，那每天的工作就不再是开发产品，而是搞人际关系了。这个是这样的啊，越大公司越是如此，包括到这种国家层面都是如此，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这样。除非面对地外强敌了啊，不然肯定不会出现联合政府。这个，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个事儿了，咱们就反正在最后畅想一下吧。这还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马斯克深知道这个问题，很注意这方面的管理，并且做得很好。这个呢，其实不好说，这个真的叫冷暖自知。因为很多马斯克的员工也是觉得被马斯克管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马斯克酷爱裁员，真的。是吗？这么酷爱裁员。好吧。周星驰少林足球电影台词一句就是地球很危险，快回火星吧，好吧。马斯克靠自己的实力垄断市场也没问题，这个垄断肯定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一旦垄断以后的话会缺乏竞争，因为现在它是有一个巨大的远景，它可以一直往前走。一旦说这个远景不存在了，我们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以后的话，这个垄断是很危险的。对，而且火星当地没有受害者，对，刚才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这个周末上中是的。据说最近星链直连手机测试要扩大到加澳日，是的，那就扩大吧。其实我觉得像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这种就是有巨大的无人区的地方，确实挺适合干这个事儿的。对，而且这几家好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时发第一个那个 direct to sale 的时候，好像就是说，要那什么了，要到了，我记得当时我就查到有新闻说日本是可以用的，当时我还有一个观众还帮我去问了一下。是，因为它这个咱们是，中国是搞的村村通嘛，就是甭管划算不划算，对吧？这个运营商是不是挣钱，我们都是要去布基站的。然后呢，在美国我是有感受的，你离开大城市以后，那个手机信号一下就衰减了。这个在泰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里面还好，对吧？包括到印尼巴厘岛，你像巴厘岛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离开这个比较核心的旅游区的话，它那个信号衰减的也是很厉害的，就是它建不起那么多基站来。所以泰国郊区也不行，也不行。对，如果是这些地方你可以进行手机直连的话，它其实可以做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所有的国家、所有地球上这些地方，都可以实现咱们村村通这个过程，而且它还盈利。
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吧。东印度公司的最后搞不下去了，投资的钱就都没了啊。东印度公司，我觉得你可能讲的好多是这种荷兰东印度公司，它呢是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做竞争，而且里头还有海盗，对吧？你这个一船一船的金币往回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在中间直接给你凿沉了。现在，所以大家还到海里边去捞这个东西，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整个的经济运转方式跟现在比，肯定还是落后很多的嘛。还在直播，对，我们还在聊天啊，在跟大家读评论。这个那这么说，此类开源有点像公布自由使用的闭源编程库啊，这个还是要看，还是要看。加拿大有航天技术吗？这个应该肯定没有这种系统化的，有可能有一些配件吧，对，有一些做配套的，对，是。泰国宋同学啊，否定老板没有任何意义，最大的可能是被打脸，显得自己在妄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猜测老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才显得专业。其实倒不一定，我觉得任何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讨论说哪块是实现不了的，对吧？你不给他找出毛病来，这个事儿。你说，我也说两句啊。像我觉得咱们这种讨论根本就不是否定，我只是就是提出一种怀疑。像我们经常就是这样的，对吧？提出一些怀疑，然后要么就比方说，如果要是在会上或者说什么面对面的讨论的时候，你来解答一下、解惑就完了，对对吧？是。如果我们比如说能有一些开拓性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话，这也是有贡献的呀。对，枫叶国也有航天局，只不过自主性不高吧？好吧，好吧。未来大概率是 AI 政府，这个还要看。AI 政府它至少这帮人贪腐起来就会省一点吧。商业行为就以商业角度去看，失掉了市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东印度公司如是，功能手机如是，现在也一样。但这个里头，因为这一次我们讲马斯克 SpaceX 这个东西呢，真正让我个人感觉比较震惊的，或者从商业角度上比较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造了个市场，然后最后还让这个市场整个的自给自足，还养活了他整个未来的梦想，对吧？而且为了他未来的梦想，可以不断的这个去提供资金、提供信仰，这个是马斯克真的是从商业角度上说震惊我的地方啊，不是说从技术和工程角度上说。嗯，是这样。加拿大有加拿大币，这个我没明白啥意思。可能是他火箭的名字。不是，加拿大有加拿大币，应该是在国际空间站上有一个机械臂，它应该是指的那个加拿大有一个机械臂，有一个机械手。是。我们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再看再前面一点点。第一批去火星的是这个，就是前面我讲的这个，我们出生就是单程票，从来谁活下来也没见活着回去。老范，这个我稍微说一下，第一，你信号不太好啊，但是我要稍微说一下，也不叫单程票，就是说你没有回来的燃料，不能从地球带回来的燃料去。但是呢，你可以在火星上自己造。我也做那个节目里，我有一期节目叫做《去火星的这个靠谱吗》，就马斯克那飞船去火星靠谱吗？就是给大家也介绍了，你在火星上能够生产氧气，能够生产甲烷，然后飞船的当时V1版的星舰的加注量是推进剂加注量是1200吨，这1200吨足够你从火星上起飞，然后回地球的。OK， 自力更生是可以回来的。是有机会可以回来。对，人家说了是国际空间站上的机械臂。OK，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问题。哎，我又好了。据说马一龙说是返程的啊。萨巴尔蒂实际上只是指的是把二氧化碳，我记得可能有搞错了，就只是把二氧化碳变成碳和氧。
用水来电解生成氢和那个氧气也容易，也很容易，所以两个反应，一个是水电解，一个是3.2D，是生产推进剂。而且我觉得到那个火星上重新去做各种的矿物提炼，可能都会很麻烦，因为咱们在地球上做的各种矿物提炼，实际上是做还原反应，它估计燃料啊、氧气啊什么都没有，或者说都跟咱们的比例差很远，可能整个的生产制程都需要重新做。对对对对，相对来说回收成本太高了。回来，成本回来。但是你就这么讲，它其实发射去火星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回来的。设备是不回来的，人员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早期的时候，你想让人有信心去移民，恐怕你得给他一个回来的机会，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敢去。我觉得一个是有信心，还一个就是地球上还是有蛮多这种圣母婊的。对，星链投资比一星投资大多了吧？为什么一星搞不起来？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吧？我觉得一星整个经营模式都有问题，整个它的这种经营，它不是它的就顶层设计就不是很格局就不是很高。你要和对照马斯克这个，那顶层设计差得太远了，实施手段上也比较落后了。我觉得这个从商业角度上说是这样，就是所有这种项目肯定是要超过一个临界点以后才可以开始盈利。就是当你整个的规模达不到这个临界点的话，你就必然是亏损的。而马斯克呢，等于一开始他就融到了足够多的钱，然后呢，他从最底层的火箭发射成本，卫星工作方式上又进行了这种叫第一性原理的这种改进以后，对吧？他就可以把整个这个 Starlink 也好 ，SpaceX 也好，它推过这个盈利点。那么你如果始终推不过的话，它也会挂在那儿了。包括现在所有在跟马斯克竞争的人，实际上距离那个盈利点都非常远。但是马斯克证明了说这个盈利点是可以跨得过去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对，还要再派人去，这样也是个样本，成本啊，这样也是个成本，是。这个人肯定是要不断去电解水，初中化学课的初级实验就讲过了啊。但是这个实验到实验室，再到工程，再到工厂，这是每一个难度都是不一样的。那差的是数量级之间。是第一批去火星的应该是特斯拉机器人，是这样的。他特斯拉肯定会带大量的机器人过去，甚至有可能会在火星上组建机器人工厂。肯定是的，就是说是，我觉得如果要是那个机器可能的话，有可能27年、29年或者30年那次的可能就要派像擎天柱啊，或者特斯拉车、无人车啊这类的机器狗啊这类的过去了。但是最关键，后来我在想一个事儿，你还要放一个就是类似云计算中心这类的东西要放到火星上去，就这些工作它。是吧？这个我觉得还好了，就是放服务器上天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你一个卫星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是台服务器嘛。那你的话，你要让它能持续工作，那你在一条轨道上，就假设一个点啊，地球上一个点，最少要4到6颗卫星，就是4到6颗卫星都在这一个轨道上，那样你能持续让这个火星就不间断的就可以为你那个提供服务。我觉得到最后可能还是说地面上会放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计算中心，然后呢放这个地面站，对，然后呢，老范，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地球到火星最近3分钟，最远22分钟，不可能。我是说他在火星地面上放这个服务器中心嘛？啊，对，然后再在火星地面上放地面站，然后呢再在天上放这个像 Starlink 这样的卫星。对，4到6颗卫星，是。这个如果要是真想殖民火星的话，我估计就比方说我们要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干这些事儿了。对，什么时候就差不多真要开始干了。是。一星走的太超前了，而且当时上网的需求几乎没有。一星我觉得有点太，就因为我们现在总是这样，就是我到底是要星辰大海，还是现有的工程水平？
一星有的时候为现有工程水平做了太多牺牲了。一星我来说一下吧，一星因为我参加过一星的发射，就中国当时也承担了好多这个一星任务。一星实际上是什么呀？1989年以前就已经有这个设想，当时就是打电话，当时就是一星电话。然后呢，那些合同89年以前就签了，所以90年，然后西方封锁中国之后，对制裁之后呢，这些合同还得继续履行。所以那段时间，中国实际上航天实际上发了好多都是一星，那时候的目标就是打电话，而且用户对象主要是给谁？给船航运公司用，然后它可以在大洋上可以联系，还有是给什么？给那些新通讯社的那些记者就是他们在报道的时候紧急的时候可以用来用，那一个好几万美元一个电话，是是那么弄的。他当时的技术条件和那什么局限的，他们就是那个境界。对，后来慢慢的稍微升级了一点，但是也没达到马斯克这个。如果在地球上操控火星的机器人和设备，那这肯定没戏。完全没戏，必须自主。他最多向你地球汇报点我干了啥，对，告知你一声就完了。我觉得地球操纵火星机器人呢，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把一个任务扔上去，然后在火星上呢，它去相当于我把脚本上传了，上传了以后，它在火星上照着我的脚本转完了以后呢，可能再过个10分钟、20分钟，再把这个数据再发回来，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对，然后再等着你来告诉他下一步该干啥。对，或者说我们就不停的往上发各种各样的指令，说，哎，你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然后它反正每一项根据指令链执行完了以后呢，然后再不停的把这个结果链再发回来，这个事儿应该是有可能能够实现的。OK， 我们差不太多了，快12点了。好吧，我也该出去吃饭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直播到这里，然后有200多人陪着我们过了礼拜6的上午，感谢大家收听，再见。然后以后跟航天相关的事情，我们会再拉着土拨鼠回来跟我们去聊啊。拜拜，再见，结束。